老年人为啥摔一跤就骨折？60岁后2种肉要舍得吃，或能养好骨骼。宋大妈今年63岁，身体一向硬朗，早年在工厂干过体力活，退休后更是每天散步、买菜，生活自在。这天，宋大妈像往常一样去市场买菜，回来时手里提着一袋鸡蛋和蔬菜。刚走到家门口，她不小心踩到地上的一块水渍，整个人摔倒在地。街坊邻居赶紧过来扶她，但宋大妈痛得站不起来。送到医院后，医生诊断她髋部骨折，需要住院手术。家人一听非常疑惑，平常不就摔一跤吗？怎么会骨折呢？宋大妈自己也觉得奇怪，年轻时我干活那么多，骨头一直挺结实的，现在怎么就这么脆了呢？老年人为何摔下骨折？很多人以为骨折是摔得狠了才会出现，但对不少老人来说，轻轻摔一下甚至不需要太大外力，就可能发生骨折。这现象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骨质疏松。骨质疏松虽然听起来像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但它对老年人的影响却不容小觑。它不只是让骨头变脆，还像是一种潜伏已久的隐形杀手，埋伏在每一个细微动作里。年轻的时候，骨头里充满了强韧的支架，有机质和无机质的完美搭配，既能抗压又有弹性，摔一跤也不过是皮肉疼。但到了40岁之后，骨骼的这个完美结构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，有机质开始减少，骨密度逐渐下降，骨头变得越来越像干枯的树枝。硬是硬，但脆得很硬。老年人的骨质流失速度尤其快，钙流失后，骨头就像缺了材料的墙壁，再坚固的结构也撑不住。这时，骨头不仅脆，还容易打洞，形成我们常说的骨质疏松。除了骨头本身的问题，肌肉也在老年人摔跤和骨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到了60岁左右，肌肉流失量已经达到了 30%， 再加上反应速度变慢，力量减弱，行动的协调性和稳定性都会大打折扣。摔倒一旦发生，没有强壮的肌肉缓冲，骨骼承受的冲击力自然就更大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轻微的磕碰都可能对骨头造成致命打击。骨质疏松的危险在于它常常没有明显的预兆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骨头已经进入了危险区，即使偶尔感到腰酸背痛，也往往归结于劳累或年龄大了。等到骨折发生再去检查，才发现骨质早已疏松。骨质疏松虽然是许多老年人绕不开的难关，但只要平时多用心，它并非不可控。别等摔倒骨折时才后悔莫及，把骨骼健康当回事，现在就行动起来，为骨头储存一点硬货，日后才能稳稳当当。髋部骨折比癌症更可怕。髋部骨折听起来像个普通的骨折，但对老年人来说，它却是个隐形杀手。虽然骨折本身不致命，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，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严重得多，甚至威胁生命。髋部骨折之所以被认为比癌症更可怕，是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行动不便。骨折后，老年人通常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，但长期卧床的代价非常高。身体长时间不动，血液循环会变得缓慢，容易形成深部静脉血栓。除此之外，卧床还会增加肺部感染和泌尿道感染的风险。这些并发症常常是老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。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，不仅是身体上的打击，也是心理上的重创。长期卧床可能导致忧郁和焦虑，而老年人的复原力本身就较差，这种心理上的负面状态可能进一步延缓复原进程。原本能够独立生活的老年人，在髋部骨折后可能需要依赖家人甚至专业护理，生活品质严重下降。髋部骨折的恢复难度很高，年轻人骨折后骨头修复能力强，复原时间短，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，骨折后的愈合速度非常慢，手术的风险也更大。即使透过手术固定了骨头，术后的复健训练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。不少老年人因为身体虚弱或术后照护不到位，最终没能完全恢复正常行动能力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髋部骨折后的存活率并不乐观。研究表明，髋部骨折的老年患者1年内的死亡率高达 20% 到 30%。对于一些体质较差或有其他基础疾病的患者，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。相较之下，有些类型的癌症在早期经过治疗后，
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品质甚至比髋部骨折后长期卧床的患者更好。髋部骨折的危险性主要来自于它引发的一连串问题，而这些问题很难完全避免。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，改善骨骼健康和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措施可以大大降低风险。髋部骨折是老年人健康的一个分水岭，它的危害不仅限于行动受限，还会引发一系列可能致命的后果。了解它的严重性，采取预防措施，远离它的威胁，才能真正守护好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品质。3. 如何守住骨骼健康？到了60岁，骨骼就像一栋老房子，需要更细心的照顾。透过一些简单的日常方法，就能帮助守住骨骼健康，避免让自己成为脆弱一族。饮食是保护骨骼的基础。很多人都知道钙对骨头重要，但光靠补充钙是不够的。维生素 D 才是让钙站稳的关键角色。所以，除了吃富含钙的食物，还得注意多晒太阳，促进维生素 D 的生成。如果你住在日照不足的地方，或者不常出门，可以透过深海鱼、蛋黄和强化食品来获取维生素 D。运动是让骨骼和肌肉保持活力的法宝。年纪大了并不代表要停止运动，反而要更注重运动的品质。抗阻力训练，例如轻量哑铃或弹力带拉伸，可以帮助增强肌肉力量，让身体在跌倒时多一层缓冲保护。对于不适合剧烈运动的人，散步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尤其是在阳光充足的时候，一边走路一边补充维生素 D， 一举两得。很多老年人因为害怕跌倒，就不愿意多动，甚至长时间待在家里，反而会让身体更加僵硬，骨骼和肌肉流失得更快。与其缩手缩脚，不如在安全的情况下，尝试走出家门，和朋友一起锻炼，既能增强体质，也能改善心情。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细节也是守护骨骼的关键。例如，地面不能太滑，浴室最好安装防滑垫和扶手，夜里灯光要充足，避免踩空或绊倒。这些看似普通的小物件，实际上能大大降低摔倒的可能性。不要小看这些日常的小改变，它们对骨骼健康的保护作用是巨大的。健康的晚年生活，从守护骨骼开始。你的努力将为未来带来更多的安心和自在。4. 60岁后，这两种肉不能不吃。到了60岁，身体的建材开始出现亏空，骨骼逐渐变得脆弱。保护骨骼的关键是要给它补充优质的营养。而在众多的食物中，有两种肉被称为骨骼的守护者。它们的营养价值不仅高，还能帮助延缓骨质流失，让骨头更结实。第一种肉是鱼肉，尤其是深海鱼。这种肉类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，是骨骼和肌肉的好帮手。深海鱼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D， 这是一种帮助身体吸收钙的关键物质，不仅能保护骨骼，还能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。更棒的是，深海鱼还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这种成分可以减少发炎反应，保护关节健康，让老年人减少关节疼痛的困扰。第二种肉是瘦牛肉。别以为牛肉只是用来补血的，它对骨骼的好处同样显著。牛肉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，是肌肉和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年纪大了之后，肌肉流失是不可避免的，而肌肉对骨骼起着保护壳的作用，能减少摔倒和骨折的风险。牛肉还含有锌和铁，这两种微量元素对骨骼的修复和新生都有帮助。如果担心胆固醇，可以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部位，注意控制摄取量，每次吃的分量不需要太多。这两种肉类不仅对骨骼有益，也能帮助改善整体健康。鱼肉富含的 Omega-3 还能保护心脑血管，而牛肉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能提升免疫力，它们不仅让骨骼更坚韧，也让人精力更充沛。不管是鱼肉还是瘦牛肉，都应该成为60岁以后饮食中的常客。只要选对了种类，掌握了正确的烹调方法，就能让它们变成健康的伙伴，帮助我们远离骨质疏松和骨折的威胁。老年人摔一跤就骨折的原因，其实是身体在时间长河逐渐改变的结果。骨质疏松让骨骼像陶瓷一样脆弱，肌肉流失削弱了身体的保护能力，而髋部骨折更是跌倒后最严重的隐患之一。与其等问题发生后被迫面对，
不如从现在开始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。60岁后，守护骨骼健康并不难，只需要从日常生活开始。科学的饮食能够为骨骼提供稳固的建材，特别是深海鱼和瘦牛肉，它们不仅富含骨骼所需的营养元素，还能透过增强肌肉和促进钙吸收，为身体建立更强的保护壳。注重骨骼健康，从饮食到运动到生活习惯，全方位调整，不仅可以降低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，还能让身体更强壮，生活更有自信。愿每位老年人都能稳定的走好每一步，享受舒心的晚年时光。